最近，美国一位顶流男团成员被指控强奸未成年粉丝，这桩丑闻引发了广泛关注，登上无数媒体头条。据受害者所说，当时只有17岁的他疯狂迷恋这位男偶像，在一次演唱会后，他和一群粉丝等着要签名时被偶像选中，他兴奋地以为这是与偶像近距离接触、千载难逢的机会，实际上他却被强迫喝酒、性侵，被骂是弱智婊子，还被感染了 HPV。 被指控的男偶像就是大名鼎鼎的新好男孩成员尼克·卡特。其实这些年来，他受到的类似指控还有很多，其中甚至包括一名15岁的少女，连名媛帕丽斯·希尔顿和他交往时，身上都出现过被暴力虐待的亲子痕迹。可即便如此，仍然有很多粉丝支持他。为了维护他，有的粉丝甚至疯狂丑化、辱骂受害者。周四，在内华达州克拉克县提起的民事诉讼中，现年39岁、患有自闭症的香农再一次被迫揭开了自己的伤疤。2001年，他只有17岁，是个不折不扣的追星迷妹。他最爱的就是当时火爆全球的男团新好男孩，而尼克·卡特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成员。在世纪之交的那段时间里，他是当之无愧的顶流，美国最为成功的歌手之一。2001年2月，香农去看了在华盛顿塔科马举行的新好男孩演唱会，他就像每一个爱慕着偶像的粉丝一样，在演唱会后等着偶像给自己签名。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对他来说就像是一场梦。在一群等待着签名的粉丝中，尼克·卡特单单选中了他，邀请他上新好男孩的巡演巴士。每一个粉丝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都会幸福的眩晕，香农也不例外。但这次和偶像的单独相处，并不是追星女孩想象的那么充满粉红泡泡，而是一场香农余生都无法逃离的噩梦。在巴士上，尼克问他想不想喝点什么，在香农回答苹果汁之后，尼克递给他一杯 VIP 果汁。香农满心欢喜，毫不设防地接过这杯饮料，喝的时候才感觉饮料味道不太对。当时他没反应过来，事后他觉得那不是普通的果汁，而是蔓越莓汁混了酒精。他当时还是未成年，不能饮酒，向未成年人提供酒精饮料也属于犯罪。尼克很难说不是明知故犯。根据法庭文件所说，在香农喝完那杯饮料之后，尼克带着他进了巴士上的洗手间，让他跪下，随后他拉下裤子强迫他。香农的律师说，他当时从未有过性经验，在遭到胁迫后，他只能按照尼克·卡特的指示去做，并在整个折磨过程中痛哭。随后，尼克把他带到巴士后方的一张床上，继续对他实施了性侵。香农哭着求他停下来，并试图逃跑，但都没能阻止尼克。在他对香农实施一系列侵犯之后，还接着对他进行了威胁和辱骂，紧紧抓着他的手臂，在他手臂上留下淤伤，骂他是弱智婊子，恐吓他让他闭嘴，对他说，即使你和别人说了这些，也没有人会相信你，你如果说出来就会进监狱，我会让所有人都反对你，因为我是尼克·卡特，我有能力毁掉你的生活。当一个17岁的追星女孩被她所崇拜的知名男星性侵之后，她所经历的不仅是一场美梦的破碎，更是跌入了无尽的深渊。因为就像尼克·卡特所说的，他的知名度、权力让他在方方面面都占尽优势，而香农只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女孩，想要扳倒一个拥有无数拥趸的庞然大物，简直难如登天。而事实也确实如此，这并不是尼克·卡特第一次被指控或被判有罪，此前他就曾被多名女性指控强奸。2017年，尼克因涉嫌在派对上对一名20岁女性进行性侵犯而受到调查，但由于受害者不愿追究或提出指控，或者由于与嫌疑人达成了其他协议，最终尼克没有被正式指控。这位20岁女性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但她当时受到了来自尼克粉丝如浪潮般的荡妇羞辱。另一名尼克的受害者在看到这一切时，无法再保持沉默，他决定站出来说出自己的故事。她就是前流行歌手梅丽莎。2017年，她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详细诉说了自己被尼克·卡特侵犯的过程。事发时，她是女子组合的成员，只有18岁，卡特22岁。两人一起出演了同一部作品后，尼克邀请梅丽莎去他在圣莫尼卡的公寓，梅丽莎就和自己的室友一起去了。
尼克知道梅丽莎没有过性经验，也知道她的价值观很保守，反对婚前性行为。但在聚会期间，他还是带她去了洗手间，不顾她的强烈拒绝，对她进行了侵犯，并强迫她对他进行同样的事。梅丽莎非常害怕，因为她看得出来，因为她的拒绝，尼克已经表现得很生气、不耐烦了。他比我强壮得多，体型也大得多，我根本打不开洗手间的门，也无法让任何人帮我，我的朋友也帮不了我，我甚至不知道他在哪儿。之后，尼克将梅丽莎带到一间卧室，尽管梅丽莎苦苦恳求他，但尼克还是没有停止对她施暴。事件发生后不久，痛苦的他向自己当时的经纪人道出了实情。经纪人告诉他，尼克拥有全美国最厉害的诉讼律师，如果他有所行动，那他的结局就只有在屈辱中被埋葬，还会被人说是小红想疯了。于是年轻的受害者决定沉默，但痛苦和愤怒不会因沉默而偃旗息鼓，怒火只会越烧越旺。所以在看到那个20岁女性受害者被群嘲后，梅丽莎终于决定撕开自己的伤疤。没有什么比成为受害者，别人却叫你骗子更让人难受的了。谁会想因为被强奸而出名啊？在写完这篇博客不久，梅丽莎就正式指控了尼克强奸的罪行。但由于她被性侵时是2003年，而加州的强奸诉讼时效只有10年，诉讼时效在2013年时就已经到期了。最终，洛杉矶检察没有追究尼克卡特的性侵犯指控，但梅丽莎没有气馁，她很开心自己终于说出来了，也希望这么做能够激励其他受害者发声。现在香农站了出来，也许正是梅丽莎希望看到的。在香农的诉讼中，除了提到自己的遭遇之外，还指控尼克卡特在2003年到2006年期间强奸了另外3名受害者，其中包括一名15岁的女孩。他们描述的细节都惊人的相似，都是被尼克第9之后强奸，事后感染 HPV。 这么多受害女性的指控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网友们在唾弃尼克卡特的同时，还扒出了他这么多年来的更多黑料，比如他对名媛帕丽斯·谢尔顿的身体虐待。2004年的一段时间里，两人曾展开过一段恋情。在这段恋情中，帕丽斯的脸上、胳膊上被拍到多处淤伤。在拍到她受伤之后，很快媒体就从她身边的亲友口中拼凑出了事情的全貌。当时两人刚刚分手，但还有联系。帕丽斯在一次派对上碰巧见到了尼克，尼克就强迫她和自己一起离开。在帕丽斯的拒绝中，尼克开始控制不住发脾气，帕丽斯吓得要死了。他身上的淤伤就是在尼克失控后造成的，而且据消息人士所说，在这段关系中，他们多次看到帕丽斯身上有淤伤。那段时间，帕丽斯的家人和朋友都希望他去报警，但他始终没有下定决心。紧接着，帕丽斯家就被闯入，小偷将他的贵重物品和一卷据称是他和尼克卡特的私密录像带盗走了。然后就有媒体曝光了这卷录像带的内容和一段指控帕丽斯种族歧视的录音带内容。很难说这是个巧合，但这有效的让帕丽斯·谢尔顿这个社交名媛闭嘴了，他再也没有提到任何有关尼克卡特的指控。直到2020年，在他的个人纪录片中才提到了当年的虐待，他仍然没能说出他的名字。但在提到虐待关系时，纪录片的画面停在了一张他脸上带有亲子伤痕的照片。照片的标题是尼克卡特把帕丽斯·谢尔顿打了个半死。无论是名媛帕丽斯·谢尔顿，还是未成年无权无势的粉丝，尼克似乎都有办法让他们闭嘴。他的金钱和权力让他可以拥有最好的律师团队、最有力的人脉资源，更重要的是他有名气，就像他在强奸香农所威胁的那样。因为他是尼克卡特，他有能力毁掉他的生活，让所有人都攻击他。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香农提出诉讼后，已经有尼克的粉丝发起了我站在尼克卡特这一边的话题，并疯狂羞辱香农。还有人觉得这是别人故意设计陷害尼克和新好男孩，因为看他们现在太火了，眼红嫉妒他们。有没有注意到，每次尼克被指控强奸，总是在他和新好男孩都特别火的时候，而且那些指控从来都没有实证，还都是20多年前的事了。我这个真正的强奸受害者都这么认为，
案件还没有出来结果，香农和其他几位指控尼克强奸的女性就已经被羞辱了个遍。尼克拥有强大的粉丝基础和律师团队，他在声明中否认了香农指控的一切，他的律师则抨击香农的指控不仅在法律上毫无根据，而且完全不真实，并且将这些指控都归结为律师策划的新闻噱头。只是在尼克20多年来多次被指控强奸、被指控身体虐待、多次酒驾、多次被捕的劣迹斑斑中，这样的说法似乎不太能立得住脚。当然，这起诉讼还在审理之中，最终结果未知。强奸案的审理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定罪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更何况是20多年前的案子。现在只希望法律会有一个公正的审判，也希望不会再有更多的人经历这样的煎熬。最后，如果喜欢这部影片，别忘了按个赞，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感谢您的鼓励，我们下期再见。